王后宫里的红枣汤甜而不腻，怎会这样适口？王后一定要交给妹妹。我还真教不得你。这红枣汤是芈月带来的，你问她吧。芈月妹妹，怎么做的？东西都是寻常的，法子却是魁姑的。把那红枣、红豆用清水洗净，浸泡1个时辰，然后清水煮沸，加入去壳留肉的桂圆，再大火煮沸，文火再炖半个时辰。这红枣汤有安神补血、健脾养胃的神效，女子冬日喝它是最滋补的。妹妹，你吓死我了，这不比煎药还难呀？这可比药好喝多了。妹妹如今常在成名殿走动，定是大王也喜欢上了妹妹的红枣汤。大王爱不爱红枣汤我不知道，但是王后却是真心喜欢。你们也是幸亏有我，才有这口福，还不是看在我的份上？要不你们怎么知道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东西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大王好像已经宽恕魏夫人了。樊长史虽说没有受到大的牵连，但被吓破了胆子，如今依旧病得不轻。因为魏夫人并没有丢失同符节，她的侍女采凡虽经内府严刑，却不肯吐口，死在内府。加之大王素来疼爱公子华，若拿不到确凿的证据，大王不会处罚他的。但他在宫中再想害人，却是不能了。我听说魏夫人已经向大王提出要抚养魏长史的儿子公子壮，他现在大约只能打大王骨肉的主意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魏夫人领养魏长史的孩儿，不然这3、5年后，宫里又多了个与我们心意不通之人。那姐姐打算怎么办？公子壮年幼丧母，孤独可怜，我是母后，照料大王的孩儿义不容辞。我会向大王提议，由我亲自抚养公子壮。不过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一向被大王看重，谁知哪一日那魏夫人会不会于禁复燃？王后的当儿是嫡子，王后不如向大王提出，早日立他为太子。当儿是嫡子，但立太子一事若过着急，反而会令得大王反感。依我看，最好等当儿长到3、5岁，性情初定，再找个机会和大王提更好。难道芈八子的意思是眼下公子当还看不出有当太子的资质？不然为何要等？你可知欲擒故纵这4个字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今日只是姐妹相聚，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情闹得不高兴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敢问阁下，可有见蝼蚁溺水而止之乎？此乃人之本性也。所以，我们儒家论人性，以善导之，自可罢兵止战，天下太平。好啊！王公子觉得这里怎么样？热闹吧？敢问阁下，可有见幼童系折花催燕，我看到一个熟人，着实罢物否？请自便。此乃人性本恶也，唯我法家倡导，以法相授，知其恶，治其恶，天下方能严整有序，令行禁止。哎，此话差矣。雍大人才能治天下。张子，民为贵。有些时未来这里比之前更热闹。是叽叽喳喳的，像个大集市。你那套人证的说法，明明来都来了，自欺欺人，凑个热闹。下一注，咱们赌一下，看谁家会赢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空手而归啊！好，你们道德家的学说好是好，但是不如我们兵家的实用。人可以贫贱，但不可以受辱；可以富有，但不可以糜烂。王公子，国民不必好战，但必有血那是气我新来的一个门客，公子倩。见义不为，他来自楚国，满腹经纶，只是执意不肯入朝为大王效力，所以眼下是暂时屈居在我的府中。公子倩，你们兵家的学说虽然实用，却过于功利了。怎么，张子与他相识？啊，嗨，
眼花了，跟张仪之前的一个故人很相似罢了。哦，看差了。一天到晚只会空谈清净无为，这于事于人有何用处？一派胡言！我们道德家的道法自然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看似无所作为，实则无所不为。说得好，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儒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儒家好啊！道德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。公子，以诗书礼乐教化百姓。今日辩论明明是我们儒家获胜，你为何不投我们的注啊？鄙人并非不赞成儒家的克己复礼，只是诸侯相争，天下大乱，克己复礼难以实行。可就算你不赞成我们的学说，也别投法家呀！这法家治国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照他说的做，那君王们都独事、独听、独断，那岂不是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以而天下米吗？想要富国强兵，就要依法治国，讲究诚信，法不于众，使万民知所必救，能够以法自戒，也能够监督官吏公开断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法家以为民之性饥而求食，劳而求逸，苦而所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若能利用百姓趋利避害之心态，惩恶扬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诧异，法家哪里是惩恶扬善？他们是让百姓不堪重负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不是说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吗？他们要的是强义国君而弱天下之百姓。先生，这是断章取义。法家提倡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法不阿贵，绳不绕曲。王公大臣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月儿，公子所言甚是。月儿，哎，公子借一步说话。来，公子走。领教了。张子，你快放开我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黄公子死而复生，恍如隔世啊！我在里面见到月儿了。见到谁？我见到月儿了。芈月已经被秦王封为八子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月儿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久别重逢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赔我银2倍。张子，怎么来日方长？公子且，我有要事跟你谈，事关你和芈月的生死。走，哎，来，这儿。小二，点酒。哎，来了。公子，我如今该叫你公子倩呢，还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，公子倩，不好听啊，总是欠着别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随长子怎么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哈哈哈，公子歇大难未死，非常人之幸运。为什么把名字改了？长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阳绝非1日2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宫之中，已经没有当初受人欺凌的楚国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宠爱的芈八子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你黄歇还想做什么？我不相信月儿是个贪恋富贵之人。芈月变成芈八子，定有她的不得已。你说的对。他曾经想离开秦国到齐国去，据说是你们的约定，后来留下来，也是为了要给你报仇。无论做什么，他都豁出性命，飞蛾扑灯，只为了坠崖而亡的黄歇。如今，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车队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罚的罚，尘埃落定。你突然死而复生回来，你让他如何面对？让众人情何以堪呢？张子，
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情，与他人无关。与他人无关，你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里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竟说出如此荤话。你也知道，秦楚联姻之后，大秦的前朝后宫里风波不断。芈月几次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熬过来，如今有王后做靠山，加上秦王的爱惜，寿丰八子。你要他怎样？我不要他怎样，我只要见他。见了又如何？见了就知道究竟。知道究竟又如何？知道究竟了，就会有机会。那样会害了你，也害了他，就为一探究竟。张子，难道你有保全我和月儿的其他法子？当然有。你离开咸阳，回楚国，我给你备下盘缠，或者你想去哪儿都行。我黄歇不远千里来到咸阳，我是不会弃月儿不管的。我一定要见到他。见，一定要见啊！身为男儿，为情至上，哪管他洪水滔天就害到别人，哪怕牵累到芈月公主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见到他。我佩服。张子，多谢你的心意，在下告辞了。月啊，看你晚上没怎么吃，有心事？记得当初我曾发誓，只要找到杀害子歇的凶手，给子歇报了仇，我便离开秦宫。眼下也算报了仇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大王这么看重你，你又何苦还说这些没由头的烦恼自己？或许是我当初说的那些话，子歇在天之灵都听到了。怎么会呢？姑姑，若是我说的那些话，子歇都听到了，又见我改了初衷，他会怪我吗？今日你从外面回来，就一直神不守舍的，究竟怎么了？今日在四方馆，我听到有人叫我月儿，那声音好像是子歇。你定是听岔了，黄公子已经过世好几年了。是呀，可那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。那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，思则气结，久思伤脾，情志不舒，扰乱神明。其实只有你过得好，黄公子在那边才能放心啊。既然你惦记他，等开春了，我陪你去他的墓地看看他吧。今日我投的是道德家，我打赌赢的笃定是道德家。我看刘家要赢，不然投了墨家。初一赢的是法家，依我看，今日还是法家。为什么呀？为啥？秦国眼下推崇的是商君之法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大家都不要猜了，今日各辩家口才出众，言辞犀利，各家著述相当。依我看，这输赢就只能凭运气了。未必，我看未必。呀，在下莽撞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